患者说需要休息，请您先回去吧。您先过。哎，你好，让一下啊，小心。慢点。快一点啊！哎，你好，让一下啊，小心。你说什么？人事把我们所有人的级别都降一级，这谁干的？这还用问吗？那方丽啊，他跟林总死对头，他想搞林总之前，肯定是先搞我们呢。是啊，他们太过分了。职场嘛，站队这种事情，那不就是把脑袋悬在刀刃上？哼，你们说我们现在去投靠方老板还来得及吗？说什么呢？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你们不知道，我刚才听说，是袁总帮着方丽当上季阁的 CEO 的。我是真的想不通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不是跟林总都要结婚了吗？是不是？佳姐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袁为人呢？袁总人在那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什么事儿你不知道？那个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关机了，我也挺担心他的。你真的不知道？佳姐，袁薇姐这人吧，平时做事儿是挺狠的，但她内心是柔软的。我希望你们别怪她。我估摸着这事儿吧，应该是那林总做了什么对不起袁总的事儿，所以他才做这么绝的。林总，静安姐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呢？你看林总，他都一筹莫展的，听天由命吧。霍总，抱歉，那天我不该冲动对你动手，我向你道歉。发生这个事情，我知道你心里更不好受。我现在不需要任何安慰。我明白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互相安慰。刚才方丽来找我，
说宏伟公关逼入季格公关之后，他们的一些客户跟我们一些同行业的客户产生利益冲突，让我们2选1，标准是谁给的钱多。这个是产生利益冲突的客户名单。这里面大多数的客户都是你的，他这是故意在给你难看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公司虽然现在落到方丽的手里，但我们应该想办法看怎么把它夺回来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季格的员工看到会怎么想？高总看了会怎么想？你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我没有办法了，筹码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你。你这么多次了，都在最后一刻扭转乾坤，这次一定可以的。我们一起。空间太浪费了，需要重新调整一下，好吧？嗯，好。还有我之前说的一定都要记住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吧。好的。没想到我们在一家公司了。我是和方老师一块过来的。他果然还是帮了你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吴芳，这样的成功，你心里真的踏实吗？怎么样？对新办公室还满意吗？方老师，可不可以不要给我的闺蜜和她的那些同职降职，更不要开掉他们？心软了。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再伤害别人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。你这句话说的，可不像是想成为我的吴芳了。我只是不想和我最好的朋友对立起来。你还太年轻，一下子有可能转变不过来。人要变得强大，就不能让别人抓住你的弱点，尤其是情感上的弱点。我不想失去我最珍惜的人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们只谈工作。你先回去了。金雅姐，你不走啊？你们先走吧。
还没走。今年和我们提出解约的客户有5个。方丽这招真狠，让我们内外交困。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不是因为方丽吧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他就是婴童。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分手。是当初婴童在推动彭江空难调查重启的时候，我发现的这个秘密。原来我是最后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。难道你现在在意的还是他对你隐瞒身份吗？能把你这种男人打垮的，只有你自己。你是因为已经知道了他的苦心，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。你其实是在恨你自己。人们总是这样，总是在防止自己受到伤害。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伤害了别人，那种负罪感才是最折磨人的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会劝你把他追回来。最爱的人，未必是命中注定那个陪伴我们一生的人。但是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，都让我们的自身变得更加完整，也都给予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。我本来不应该越界说这些，但是曾经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你帮助过我。我不想看到那个给我勇气和力量的人，也因为感情消沉下去。谢谢。听说今天方丽开大会，可能会宣布新的人事任命。我猜到了，我是他最后一个目标。二位早，一会儿见。这是我上任以来给大家开的第1个会，客套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因为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当年我在季格工作时候的同事，当然也有我的同学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季格的现状，尤其是季格的组织构架，我发现了很多问题。与我当时离开季格的时候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个危机公关部门。我看了这个部门的工作报告，也向其他人了解了这个部门的工作情况。说实话，我很不满意。钟硕，虽然你是我的同学，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。
你们部门除了解决了几件漂亮的危机公关以外，业绩实在是太差了，没有一个季度是达标的。危机公关部门本来就是处理客户突发事件的，也不是以业绩为前提的。而且，林总处理的那几件危机公关事件，在社会上和业内口碑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你说的这些我了解，但是我们季格公关不是慈善机构，要想生存，就要盈利。公司不盈利，拿什么给大家发工资呢？我已经做了决定，除了我之前宣布的整个团队人员各降一级以外，钟硕，你作为领导，降2级应该没问题吧？本身任何一家公关公司的危机公关部门，都不用向 CEO 直接汇报工作的，没问题吧？我服从公司安排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霍总有问题吗？那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钟硕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既然我现在已经不是副总了，就没有必要坐在这儿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为季格好，我只不过是想让你检讨一下，我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恢复你们部门员工的职务啊。这样吧，只要你把我手上这个案子做好，我保证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都恢复原职。什么案子？彭翔空难。彭翔空难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了。昨天，空难当事国的政府已经找出了彭翔空难初步原因。这是彭翔航空昨天连夜发给我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看清楚了吗？很显然，飞机失事跟机长没有关系，是氧气系统发生故障而爆炸的，是机务人员检修的时候遗漏了氧气压力的问题。这可完全都是彭翔航空的责任。这不是林总当记者的时候报道的那个空难吗？这不是报道错了吗？没错。就是这个。空难的真实原因很快要曝光到各大媒体。彭翔航空已经启动了赔偿预案，他们希望我们配合他们主导中国地区的公关。钟硕，4年前你帮过他们一次，我希望这一次你再帮他们一回。近日，彭翔航空事故调查中心宣布，2016年彭翔空难 TD2488 航班黑匣子已经被找到。报告显示，航班坠机原因为后货舱内氧气隔舱高纯度氧气泄漏，进而剧烈燃烧，发生爆炸。请进。坐。
霍总找我什么事儿？方总，我不希望派林钟硕负责彭翔空难赔偿的事。彭翔航空可是他拉来的客户，你有可能不知道，4年前的那个报道，他帮了彭翔航空多少忙，那边很信任他，做这件事儿非他莫属。是啊，我正要说这件事。如果让林钟硕来负责这件事，万一在哪个方面没做好，让外界又知道了，这传出去就是我们季阁用人不善了。霍总不愧是季阁的老人，处处都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。方总是重返季阁，也是我们季阁的老员工，一定能理解我的想法的。我当然在乎公司的利益，不过钟硕是我的老同学，4年前的那个报道，是钟硕一生当中都抹不掉的这个污点。我想借着彭翔航空空难赔偿的这件事情，来弥补他的过失，于公于私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所以，方总这么做是在帮林钟硕？不然呢？在霍总眼中，我们是死对头，但在我方丽心里，我永远忘不掉我们4年大学的同窗之情。彭翔空难一直是钟硕的心结，如果他能处理好，他也能从这件事里走出来，不是吗？那看来是我狭隘了，忽略了你们的同窗感情。但方总真的有把握林钟硕可以处理好这件事吗？那就要看他自己了。我能帮的就这些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但如果林钟硕在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上有问题，我为了公司利益考虑，会立刻停掉他的工作。他是你的下属吗？听你的。你们现在手里边拿的就是彭翔航空发过来的遇难者家属的赔偿方案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根据这个方案来配合彭翔航空做公关工作。我没看错吧？每个遇难者10万美金补偿。林总，现在国内一起车祸的赔偿都比这个多。现在空难的赔偿是根据蒙特利尔公约，但是彭翔所在国并没有加入到这个公约，所以这个赔偿的金额不能参照蒙特利尔公约里边的最低标准。可是如果这个赔偿标准被公布出去的话，彭翔航空是要被骂死的。是啊，彭翔航空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先拿着这个标准，去说服一些遇难者的家属，这样等到他们公布的时候，家属的情绪就不会过于激动。这个是中国籍遇难者家属的联系方式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先攻破上面这几个遗属，接受这个赔偿。行了，林总，你别说了，这工作我们做不了。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不能这么便宜就算了。是啊，林总，这个价格也太低了，我们都没法说服自己。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呢，是为难大家了。方丽在这种时候给我们这个工作，就是为了要看我们的笑话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罢工的话，就随了方丽的意了。那我宁可离职，这样的公司不干也罢。客户可以没有价值观，但我们不能没有。如果我和你们一样，可以随便放手，又该多好。好了，
不为难大家了。拜访家属的事情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吧。现在彭翔空难的真实原因已经被揭露了。香依姐，我觉得我们之前既然做过这个报道，我们现在还需要再跟进一下。可惜文文姐不在，这种报道她跟进最合适了。香依姐，你跟文文姐还有联系吗？能不能借彭翔空难这个赔偿的事情，请她回来？就算他不在，这个报道也要继续跟。现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，专门跟进彭翔空难赔偿的事。好，知道了。林总，你还真是给我惊喜。只要我在及格，我就是你助理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就在这附近啊！那个叫杨晓的家属开了一家服装店。哎，林总，应该就是这儿。请问有人吗？有人。请问想看点什么？请问您是杨晓吗？对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彭翔航空的公关代表，过来跟您谈下您丈夫赔偿金的事情。走，你去哪？你说这不愧是干公关的，是不是笑话？一个比一个会见风使舵。我们还没离开公司呢，至于这么对我吗？越是这样的时候，越要低调。等林总哪天翻了身，有你们好看。可拉倒吧！我担心的就是这个，我真的好怕他这回真的凉了。如果林总真的按彭翔给的那个赔偿金数额去跟遇难者家属谈的话，事情闹大了，他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在公关圈混了。副总，怎么在聊彭翔空难的事呢？林总自己想往火坑里跳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怎么了？彭翔航空给每一个遇难者家属只有10万美金的补偿金，林总不但没去跟彭翔航空谈判来增加这个数额，反而先去说服遇难者家属。我是真的不相信有哪个遇难者家属能接受这点钱。这林钟硕，一到彭翔航空就完全没有原则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林总跟彭翔航空还有其他瓜葛？你们为什么先来找我？因为您是遇难者家属委员会的会长，如果您答应了，我们说服其他人会更容易些。你结婚了吗？
如果你的老婆在飞机上死了，航空公司的人拿着10万美金来找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您的这个问题我无法感同身受，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。好，那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的感受。你们现在这么做，等于是把我老公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，狠狠地抽他尸体给我看。你们这是侮辱他，也是羞辱我。请您不要用这种不恰当的比喻。我们的赔偿标准符合空难当事国的国家标准。标准？你们知道多少家庭一夜之间被毁了？多少父母没有等到空难的原因就已经含恨去世了？我以前也是公司高管，可是我老公去世以后，我没有任何心思工作，我在家整整待了2年，2年，我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这家店。我告诉你，能够挺到现在的家属，都是九死一生。我问你，这些年我们这些家属的精神折磨怎么算？用什么标准算？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这不是您索要高价的理由。我们赔付的只是遇难者的钱。出去。杨女士。林总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回去再说。看来是我想简单了。用常规的方法，家属是不会同意的。那林总是有不常规的方法，对吗？杨晓开的是女性服装店，但是他的店里有男性经常过来的痕迹。他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烟灰缸，烟灰缸里是同一种过滤嘴的粗烟，是男士烟。杨晓跟我聊了这么久，都从来没有抽过烟，所以杨晓可能有了新的感情生活。子平、马丽，你们2个现在就去杨晓的服装店门口观察她的行动，看看她是不是有了新的男朋友。我明白了。意思是，杨晓如果现在有了新的恋情的话，就可以以此来要求他同意鹏翔航空给的赔偿标准，对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再提出精神损失赔偿就是不合理的。毕竟，我们赔付的是遇难者的钱。林总，你这个方式用的挺熟练的哈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年你报道鹏翔空难机长有精神病自杀的时候，不是也是用的这个手段吗？只要能让鹏翔航空摆脱责任，多么卑劣的手段你都用得出来，对吗？我特别想问问你啊，当你知道那个机长的遗孀因为你的报道而自杀的时候，你什么心情啊？心疼吗？还是说就觉得死了活该？这都谁告诉你的？霍总全都告诉我了。要不是霍总告诉我，我们所有人全都蒙在鼓里呢。你可真聪明。你一开始上来先不做好人，你让我们所有人全都讨厌你，然后再想办法让我们对你刮目相看，喜欢你、崇拜你，一点一点的控制我们。你太会演了，我们全都被你给骗了。
我现在告诉你，其实一开始你都不需要演的，因为从头到尾你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烂人。话说完了吗？说完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。你被辞退了。让我谢谢你了，不用你辞退我，我早就要走。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工作的每一秒，都让我恶心。好，那就继续完善赞助的流程，并且要了解好每个赞助厂商的需求。为什么要告诉马林他们？我不想看到你在彭翔空难的问题上一错再错，我希望他们能够阻止你。我以前觉得你只是很狭隘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还很虚伪。你巴不得所有人都孤立我，这样我就可以早点从公司滚蛋了。从我进公司的那天起，你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。我是在帮你，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彭翔的问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。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帮我。你们所有人都是来看我笑话的。不要把人往坏了想。我觉得你先冷静冷静，你想想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。彭翔航空的事情，我一定可以自己解决的。你等着瞧吧。